蜜雅塔罗现在有 LINE 的官方账号了，所以如果大家有要预约占卜的话，可以加 LINE 的官方账号进行预约。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看的主题是你的正缘讯息。那首先呢，我们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能量状态哦。好，喘口气。满月在摩羯，面对现实。下弦月在金牛，为自己感到骄傲。好。来看一下这3张牌哦。首先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宇宙在鼓励你们说，不论是以前曾经经历过伤痛，或者说你现在在经历过伤痛的朋友，宇宙其实知道你们一直都很勇敢，也很努力，但是呢，你们在努力的去处理这么多事情，去应付生活中的难题的时候，也别忘了要给自己喘一口气，找到属于自己能够去喘息的空间。有的时候你在走人生的这个过程呢，可以试着去跟自己和解，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去责怪自己。可能你们真的已经尽力了，既然尽力了，就是放下心中的某一些执着或是执念，你已经尽力了。那尽力之后呢，你不断的再继续往前走，并且给自己一些喘息的空间，不要再用太多的言语，或者说太多的后悔，太多的恐惧来困扰自己。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容易想东想西，然后容易自己吓自己，容易去想一些比较未来预设一些可能不好的一个状况，或是容易自我打击。有的时候你们真的需要去让你的头脑净空一下，让你的头脑空下来，什么都不要想，去放松。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可能过去有些人是在爱情中迷失了，就是一个你很爱或者说对你很重要的人呢，你们两个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可能觉得你好像渐渐的不像自己，或者是说你在这样子的关系，在这样子的感情中迷失自己，你最终会发现，这个人他可能不如你的预期，或者说这段感情可能走到了一个需要说告别的时候了。其实你们面对感情，我觉得也还算是理智，纵然内心有太多不舍，可是你们也不是属于那种硬会去纠缠的人，你们愿意去傻一时，可是你们不会去傻一辈子。同时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其实很明白自己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外界其他人是怎么看待自己，或者说你从小的一个生长环境是怎么样，可能家里的情况不是特别好，或者说家里可以给你什么样子的资源，然后你本身的能力是如何，我觉得你们其实是考量的，是看得很清楚。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就是属于中间值，就是你觉得自己不是特别的聪明，然后也不是家里也不是这种家财万贯，可以让你就是躺着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所以你知道你就是应该要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因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这种掉下来的馅饼或是好运给你。我觉得你们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很理性的去想，不会说去期待一个什么白雪公主、白马王子，或者说去期待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你们想尽办法去面对
现实中的一切，想尽办法去生存，想尽办法去生活，甚至有些朋友，你知道你必须要不断的向前走，不断的去对抗，或者说不断的去妥协，才能去找到一个在这个现实生活中能够安然自处的一个方式。但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们走到现在的这个结果，这个样子啊，无论你自己是怎么想，你都必须说，你都应该要为自己感到骄傲。你们接下来过去所累积的一切，会让你在未来发光发热。这样子的发光发热是你会做出贡献，你会得到尊重，你会感到非常的有成就感，甚至这一组朋友不单单是你自己，为自己感到骄傲，我觉得其他人也会需要你，就是你的存在、你的出现、你的专业，其实其他人会去有求于你的，因为他们很需要你，他们需要你的协助，需要你提供他们的价值，不论是这种专业价值、情绪价值，或是其他方面的，所以你的存在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也走到现在也很不容易，我看见你们其实是一组，我觉得是偏理性的朋友，你们对于人生是有自己的目标，无论你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感情，或者说追求的是这个感情所带来的一个安稳的生活、富足的生活，或者说你想要的是权利，你知道你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资源，或者说你身上的特质去达成、去交换这样子的一个利益，或者是说你其实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在遇到一个新的人、新的伴侣的时候，你其实很通透、很明白，就可以看得出来对方为什么喜欢你，对方是喜欢你的外在，还是喜欢你这个人，以及如果你失去了一些东西，他还会不会在你身边呢？所以有时候这组的朋友，你们把事情或者说把感情看得太通透之后，反而不容易去坠入一段感情。那这个通透也许不是生来就这么通透，因为刚刚说过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也有人为爱情傻过，为爱情哭过，可能是经历了这样子的挫折，或者是说你看到你身边的家人，你看到你的朋友的一些这种感情的故事啊，让你对于就是爱情这件事情，你们其实是很仔细的在想，很仔细的在评估哦。你可能觉得偶像剧、童话故事听听就好，可是实际上的生活啊，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哦，你们对于感情现在的态度是偏理性的。好，以上呢就是属于第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状态。那如果有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感情对象呢？好，首先呢，我们的第一张牌是这个公鸡哦，很有趣的能量诶。我觉得你们接下来遇到这个对象，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呢？他来到你们生命中，有一种大名大放的感觉，就是他其实非常的显眼，你要不注意他都没有办法。可能他的这个显眼是来自于外貌，他就是很注重外貌，很会穿着打扮，或者是喜欢一些亮色系的衣服，或是他本身的口才很好，一出场就是成为众人的焦点，又或是这个人他有一个很好的专业能力、专业态度，以至于很多人都要去询问他，或是他有很好的一个领导才华、领导才能，他拥有自己的特色天分，就是他在他的那个领域中是非常耀眼、非常显眼。那也有可能像公鸡这种公鸡蹄嘛，所以有可能他是属于口才很好、口若悬河的那种人。就是我觉得你们未来这个对象，他是偏高调，他不是一个低调的人，他本身是很容易看见的，在一群人中他是很容易看见。同时啊，他有一点就是他很明白自己的一个特长，就是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同时他也明白他自己是一个聪明的人。所以某方面而言，我觉得他是一个属于会自我感觉良好，就是他对于自己是很有自信的，然后他也相信自己能去
做出或说闯出一番天地。他是一个明白自己的能力，以及会想要不断的去突破极限的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这张牌是小兔子。好，放到这里好了。看哦，公鸡跟小兔子，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很有趣哦。你们两个相处起来有那种一强一弱的感觉哦，就是一个人默默的去支持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他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另外一个人会去配合。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想要出国留学、转换工作，或是说自己去创业，另外一个人是很配合的。我觉得在你们当中哦，对方啊，不管他是男生女生，是那种脑筋动得很快，然后可能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蛮容易成功，也有自己的理想跟抱负的人。而你呢，我觉得你们是属于会去激励他、会去滋养他的人，会去给他一些心灵上的安慰，或者说给他一些帮忙的人，因为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潜力股。然后你们遇到他，你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已经很优秀，而且他未来会更加的优秀，所以你们有机会见证他的爆发期跟成长期。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能量。相反的，我觉得在你们两个相处的过程中，你们其实会比较偏向去顺着他，然后去倾听他，然后想要去成就他。你跟他其实会有非常多闪光闪亮的能量哦。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其实会被这个人的价值观所吸引。他有很多的生命故事，而他每一次在生命中遇到一些重大的人生转变的时候，他会属于是那种越挫越勇的人。他是一个很努力也很勇敢的人，但同时啊，我觉得他内心也蛮孤独的，因为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所以在这样子自我追求的过程中，我觉得你提供了他很多的心灵的安慰以及心灵的一个支柱。他会非常的感谢你，就是他会打从心里感谢你，他会觉得非常幸运的他可以遇到你，因为我看见你给他很多的支持力量，不论你们之间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低潮，或是可能有一些远距离的问题呀，你始终都相信着他，你始终都给他支持，你不会去批评他的梦想，你也不会去就是责怪或是埋怨他，你给他很多的温暖，让对方内心有一个不会轻易被击倒的一个韧性。所以我觉得对于对方来说，你的能量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存在，你的能量是非常支持的一个存在。那相同的，我觉得他也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启发，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能量。你看见他的生命力，你看见他不断的用智慧、用勇气去攀爬在这个世俗社会上的每一个阶层的梯子，就是越爬越高，然后去获取自己想要的金钱、地位跟名声。你看见他这样子活得非常的努力，活得很满，然后某一方面而言也激励了你们，因为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某一段时间是属于有一点提不起劲，有一点没有方向，或者说你们不想要跟其他人争执，就是有的时候想要躲在自己的某一个小空间中。可是你看到这个人他很热爱生命，我觉得你确确实实的被他鼓舞了。同时他是一个会把好像苦往自己肚里吞的人，就是他在别人的面前的能量一定是很闪耀、很耀眼，不管他实际的状况如何，我觉得他都不会
让别人看到他很狼狈的样子，都不会让别人看到他很疲惫的样子。就算他要哭，他也是躲起来自己哭。而在这样子的能量过程中，你们的存在非常的重要。你可能会帮助这个人去成长，帮助这个人去成就一番事业，或者是说你跟他的结合，你其实是可以提升对方，你其实是可以旺对方，让对方去吸引，或者说跟更多好的这种贵人还有金钱能量结缘。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相遇啊，有一种是互相的救赎。好，他看到了你，他也许终于能够去打开他的心，去说一些他没有办法对别人说的话，甚至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内心最真实的一个脆弱点，你看到他的顽强，或者说你看到他的脆弱，你也看到他孩子气跟撒娇的一面，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可爱，你想要让他，就是你想要保留他的这种本性跟天性。所以我觉得你们给他很大程度的一个包容，同时我觉得这个人呢，他也是很珍惜你跟他的这个缘分，他是一个会对你很好很好的人，就是他有什么都给你，甚至他会努力去寻找很多的资源来给你。他并不希望你在这个生活或者说在这个人生中一个人很辛苦的去打拼，或者是说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肩膀有承担的人，不管他是男生女生，他都不会好像放任你一个人去面对生活中的很多很多的难题。所以他很相信，就是你们两个是一个团队，要互相的保护，特别是他愿意给你很多很多，就是他愿意给的会比就是他从你身上得到的还要多。比如说你给他10，他绝对会加倍的回报给你，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我觉得他会有一种非常非常的感恩的心态，能够遇见你。你和他之前看到的或者说遇到的其他人都不一样，他可能是一个漂泊很久，就是感情一直都没有定下来的人，也有可能他走走停停，有一些感情的经历，可是终于遇到你，他觉得这个就是他所想要的幸福了。他认为幸福并不是一直要去追寻或是比较，而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找到一个这样子能够陪伴自己的人，并且珍惜自己手上拥有的这一切。所以我觉得他对感情的想法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纯真。他并不是一定要一个说我要一个最有钱的、最美丽的、最年轻的、最漂亮的，或者是说最有地位、最有权势的，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对于感情就是我认定了你，我选择了你，我就想要去跟你走下去。那他跟你的这个相处啊，我觉得他是非常的认真，所以你们的这个正缘就是以结婚为前提去交往的。那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互相的去吸引，而且第一眼看见彼此的这个外形啊，彼此的这个颜值，彼此的这个外在条件都是很投缘的，可以说是你就是他的菜，你就是他喜欢的那个型，而这个人的样子啊也是非常对你的胃。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其实是一见钟情，外表定终身，就是先是这个外表的吸引力，然后之后呢，在越相处的一个过程中，你慢慢的去欣赏这个人，而这个人也更加的去珍惜你，更加的去爱护你，你们会有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在这样子了解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彼此就是想要一起走下去的人。所以呢，他有一种觉得说我心中的理想情人就这么出现在我的眼前了，很惊讶哦。因为一开始只是觉得你的外形很符合他想要追寻的，没有想到继续走下去，会觉得其实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他。
在个性啊，在各方面，你们两个都能够配合得很好。那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人哦，你跟他的长时间相处是来自于你们可能是这种学校的同学，或是有些朋友你们是师生，有些朋友你们是这种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这种关系，就是你们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有时间长期的相处之后啊，喜欢上了彼此，有这样子的能量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蜜蜂的灵魂哦，美好的结果是值得等待的，所以呢，你们两个在相遇相处的这个过程呢，它会需要一些时间。虽然你们是一见钟情，可是一见钟情之后，仍然是需要时间去了解。因为刚刚说过，你是一个偏理性的人，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一个理智的人哦。他明白这种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可能一开始是外表上的吸引，可是真正的要变成一生一世的伴侣，他要上升到一个爱的层次。所以呢，好，你们的出现啊，就很像是这种酒啊，越陈越香，也就像是这个蜂蜜啊，它其实是最后前期啊，蜜蜂要采蜜，可是最后储存得到的这个蜜，它其实是很甜的。你们的这个感情啊，会越走越美，越走越甜。好，这张牌是苏醒哦。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其实两个人在相遇的时候啊，有一点互相的让彼此苏醒的感觉，忽然的好像灵光一闪，灵光乍现，好像从一个长长的黑夜中醒来，长长的梦中醒来。在遇见这个人之前，有些朋友你可能经历了一些迷茫跟低潮，或者说在感情上一直有一个很不确定的这种担忧在，因为感情不确定，以至于很多事情好要怎么走，你都不能去下一个结论，下一个定论，因为有可能你遇到这个感情对象之后，可能会要有一些的改变，所以你们好像一直在等待一个人，这样子的人确定出现之后，你很多的事情才可以顺利的推展，顺利的进行下去。而这个人的出现呢，他确实让你的心苏醒了，温暖了，阳光进来了，阳光绽放了。你们好像从一个很长的黑夜中，慢慢的被太阳照醒，很温暖的起身。起身的时候发现，哇，自己是置身于一个美丽的宫殿，这个宫殿中充满了对方给你的一个爱，它也有一种就是婚姻殿堂的感觉，所以你们两个会有一种很正式的婚约，很正式的婚礼，是金碧辉煌，让我感觉它是一个就是奢华充满豪华的能量哦。它可能是用在你们的这种家庭的布置啊，或者是你们两个的这种寝居，这个卧室啊，就睡的地方，会用一些很高级的这种品牌，或是有一个很豪华很有质感的布置在你们两个共同居住的这个地方。那另外啊，你和他中间不管有什么样子的阻碍啊，最终对你们来说都真的不是问题，因为两个人彼此其实非常有信心的。那另外这个苏醒啊，它除了心灵上的苏醒之外，还有一个能量是，就有些朋友是这个人他可能过去就已经存在你的生活中，他可能是一个跟你一起打游戏的人，或是他是你的这个青梅竹马，他是你的老同事、老同学啊，或者说他是以前就认识的一个朋友。但是呢，你终于好像醒来，就是终于明白他对你的重要性。可能你们是聊天聊了很久的一个网友，但是就是这种一直都没有办法去下定决心，实在无法下定决心，就这样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终于有一天呢，就是苏醒了，有一天明白说这个人对你有多重要。那有可能反过来就是，他
终于明白你对他的重要性，想要好好的把握你，想要好好的抓住你。他终于知道你是这么的特别，他的人生没有办法失去你。然后你们两个醒来之后，你们两个的目标是相同的，你们两个想要奋斗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你们会就是很快的谈恋爱，然后甚至很快的步入到结婚这个阶段，就是你们两个的目标是非常一致，而且我觉得最终都是奔向结婚走的。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啊，你们谈起恋爱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顺利的，即使彼此的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需要沟通，或是有一些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距离的层面需要去克服，你们都能够去好好的表达，好好讲出自己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想法，然后讲出来之后呢，彼此再协商去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你们之间有亦师亦友的能量，还有你们是这个志同道合的灵魂。刚刚就说过嘛，你们的价值观是很相似的，所以呢，为什么在茫茫人海中你们可以去认出彼此，选择彼此呢？其实你们的出现有点像是互相照耀，你是他的老师，他也是你的老师，很可能你们两个在不同的层面去给予彼此资源、滋养跟帮助。也许一方提供给另外一方就是很丰厚的一个金钱的资源，而其中一方则是提供他的点子，或者说感情、情绪上的一个价值哦。两个人走在一起，就是别人都会非常的羡慕，就是佳偶天成，这一段感情是配合的很好。有些朋友这个人可能跟你是同业哦，你们在同一个领域中去研究学习，或者说你们在同一个领域中彼此是有很多的话题聊，彼此是有很多的想法，也有可能你们会去共创一个事业，然后你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不无聊，因为亦师亦友嘛，你们除了这个人世间的一些目的啊，这种物质层面的这种规划一定会去完成之外，你们在休闲的生活啊，也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你们是喜欢有些人是有这个猫派狗派，就是你们是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动物，或者你们喜欢去听哪一种类型的音乐啊，或者你们可能都很喜欢去海边海岛度假，你们的一些价值观是很相似的，可能你们都愿意去投资金钱在一些人生的体验、旅游啊，或是某一些的消费上，就是你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因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有些人可能真的是那种都很喜欢旅游的伴侣，你们就会一起出国，一起安排很多很多的这个旅程。这个就是所谓的灵魂伴侣，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想要在这个人生上完成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好，再来看一下，来来回回哦。你们的这个结合啊，会受到周遭亲友的帮助跟支持哦。第二个就是呢，你们还会受到宇宙神圣力量的一个引导跟指导。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结合当中啊，你们会有一些外在的难关难题需要去克服，可是这些挫折你们每次克服之后啊，会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加的紧密，会让两个人的连结更加的深刻，你们两个都愿意不顾一切的去选择对方哦，甚至我觉得这个人他愿意为你放弃很多东西，甚至如果你要他放弃他累积起来的一切，为了跟你开始，或者说为了跟你去共同奔赴这段感情，这个人也是愿意的。很大一个程度上他会去牺牲他的一切来换取这段感情。如果当前的情况当下的情况是需要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愿意去那么做。还有你们的
感情进展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可能会有前进后退、前进后退的能量。也就是说呢，也许你们两个在认识的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思考期，就是你在思考，或是对方在思考，也有可能呢，你们两个因为联系的关系哦，有一段时间呢没有那么的热络。比如说，如果你们是网恋，可能某一方因为事业，某一方因为工作的这个情况、学业的情况，暂时比较忙碌，让这段感情好像是有这种来来回回、前进又后退的能量。但是呢，最终它是受到保护的，最终它是往对的方向去前进的。然后，而且这个方向前进的方向就是结婚的方向，你们最终就是往婚姻走。在这样子的探索的过程，或者说在这样子连接的过程呢，其实也是帮助彼此更加厘清彼此心意的一种探索，一种摸索。而且有些朋友可能是你这一方，或者是可能是对方这一方，在相遇的时刻，可能就是其中一方他是有感情对象的，或者是说他是有一个好像还在纠缠的这个旧人，可能是心里在想，也有可能是你这一方你心里还在想一个旧人，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来来回回的能量。但是最终你们两个会就是放弃上一个阶段的那种感情的牵扯，而去彼此拥抱、彼此奔赴因为你们就是彼此最好的一个选择。其实只要追寻你的感觉，追寻你的感情就好。你心中的这个想法，你心中的这个感情，它会引导你去做出正确的决定。然后另外我刚刚说过，这个人他是一个很独特、很有自己想法的人，所以他也不是这么的会去听从外在很多世俗上的一个建议。也就是说，一旦下定决心他要你要这一段感情的话，他的意志力其实是非常强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你跟他的未来其实是看得见的，其实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我觉得你们在一起有非常多这种休闲休息吃喝玩乐的一个能量，就是你们两个的休闲生活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然后你们两个会共同去规划未来，共同去想说未来可能要住什么样子的房子，要不要小孩，或者是说你们的人生就是要去完成哪一些目标好，两个人在一起是望向同一个方向。而且我看到的是你们彼此在彼此的身边是非常放松、非常自在的。因为这个人可能他不是那么容易亲近的人，可能他位高权重，或者说可能他身上有一些经济的这个目标去追寻，可能他身上有很多的压力，可是呢他在你身边，或者说你在他身边是完完全全可以放松的，像一个人在休息，一个人在看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可以就是很安然放松的做自己，又能够去陪伴到对方，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也可以去陪伴对方同时我觉得他也会在你的面前展现出他的小可爱、小傲娇或是小淘气的那一面你们的内心小孩其实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我觉得你们内心都有一种独特感，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彼此沟通在一起却非常的对味，所以你们两个就是很互相的吸引还有你们两个会越来越相似，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可能身上的这个气味或是长相，或是一些行为举止都会变得越来越像。你们两个就是互相的去影响，互相的去交融在一起。同时我感觉上这个人他也是一个非常保护自己人的人，你就是他的自己人，你就是他的家人，所以他其实是有一种会去宠你或者说有一种会去保护你的能量他不希望你受到伤害，他有他的这个霸气，他有他的这个，我觉得女生的话有一种女王的能量，男生的话有这种霸主霸君的能量，他会去用他所能展现的一切来帮助你。好，接下来看一下他呢
会有什么样子的话想要跟你们说哦。好，首先呢，就是你跟他的结合啊，其实会需要一次信心的跳跃。你们必须要去跳脱出舒适圈，你才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回报。可能你遇到这个人之前，你是不相信有真爱，或者说你在感情中受了太多次伤，你对于感情其实是一个悲观的想法。但是你绝对要去给自己一点信心，给自己一些鼓励，甚至是冒一点险，因为你们最终会得到很大的收获。我觉得这个人也看出你内心的一些犹豫、脆弱，或者说软弱的地方，所以他同时也想要去鼓励你。然后呢，你正在去接近你的这个目标哦。你所想要在这个连结中得到的一切，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显化，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这个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哦。还有就是呢，我觉得对方会去鼓励你们去表达内心的爱哦，因为对他来说，他也是很希望知道你们有多爱他，他喜欢那种热切的表达。刚刚说他是一个才华洋溢，然后又是一个高调很有想法的人，我觉得他要很热烈的那个爱，他就是要你们去表达出来，用一些夸张的方式也好，去表达出来你们有多爱他，不管是肢体、肉体，或者说在床上，或者说用言语，什么都好，很肉麻也没有关系，他就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哦。好，你们的连结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深哦。好，同步性，你们是一个神圣的灵魂，互相的对应，所以它是一个很幸运受到祝福的一个这种同步连接的一个关系哦。还有心电感应，不用说话就能感觉到彼此紧密的灵魂连接在一起，很和谐的同步的运转，而且创造出一个心电感应的时刻。所以你们两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有默契，好像你想的话，就是你才起了头，对方就帮你接下去，或者说你心中想到什么歌，然后对方就哼了出来。你们两个会有这样子心电感应的时刻，你真的会非常的受到对方感动，对方也是，对方是一个很浪漫的人，而且我也看到了他真的是很受到你的吸引，他不仅浪漫，他的这个浪漫只给你，所以他是一个很真诚又很负责，也很我觉得算是忠心的人吧。他一旦决定要跟你连接，他的眼睛就不会再望向其他的地方，他非常的愿意去疼爱你，愿意去给你很多爱，因为他也从你身上得到了很多温暖跟支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爱的讯息哦。对方说此刻他正在想你，你的爱让他就像充满了光一样，他想要向你告白，他说我爱你，这是对方想要给你很热切很热烈的一个讯息哦。还有呢，就是等待，就是大家不要太过着急，让一切顺其自然的发生。为什么？因为前面有说过，你们两个的连接啊，它可能会有一些挫折，有一些阻碍，或者有一些沉淀的时刻，大家绝对不要失望，绝对不要着急。对方也鼓励你，就是你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或者说停滞，或者说比较不明的状况，或者是外界一些距离等等的因素，你就是好像内心很急着说要去做什么，或者说要去努力什么，要去改变什么，其实都不用，你就呈现你最真实的样子，让这一段感情顺其自然的发生，它有它应该要去进展的一个轨迹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段感情的一些关键的时间哦，宇宙要给我们什么样子的讯息呢？我们来看一下牌哦。好，3，好，很快，它很快就会发生问题，很快就会解决。还有，我觉得有一种你们很快就会相遇，可能3个礼拜，或是说3天哇，有的朋友3天，这个3天呢，我觉得应该是救人吧，就是在3天的这个过程中啊，好，你跟他彼此确认彼此的心意哦。那有些人则是在3个礼拜，我觉得有一些困扰你的感情的事件可能会被解决，或是这个命中注定的对象会
会出现哦。好，接下来这张牌是星期天。可能你跟这个人呢，你们属于你们的重要的日子是星期天。在这个星期天呢，有什么样子的约定，或是第一次见面，或是说两个人终于确定了这一段感情哦。那这边牌卡上提醒大家的讯息是，你要往内看，你们会去发展一个两个人共同认知的一个愿景。刚刚有说过，你们的目标跟价值观很多时候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会去沟通彼此一些内在的想法，甚至可能在刚见面的时候，你们就会去谈论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话题，就是比较实际的一些话题，比方说这个过去的一些经验，或是说对于感情的想法，对于金钱观等等的一些别人可能会避而不谈的，但是你们都愿意去谈，然后都想要去真诚的去理解对方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牌卡，我们的幸运数字是12，我们这边有幸运数字3、1跟12，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关于这个人他的这个号码啊，或是他的生日啊，跟这些数字有没有什么关系哦？在12天或是12周，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这一组显化的速度非常快，也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朋友这个新人的能量，或是他很可能是一个旧人，或是一个即将来到你面前的新人，就是他的能量是离你很近很近的，近在咫尺，可能就是突如其来的就遇到了一个很不经意的一个巧合，或是刚刚说过有一部分的朋友是他已经在你的生命中、生活中等着你去辨认出他来。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对应到大家，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哦，拜拜。Hello， 想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第二组的朋友们看一下属于你们的正缘讯息。好，首先呢，我们来帮第二组朋友们对应一下你们的能量哦。第二组朋友，你们的牌卡。标的时刻。好，第一张牌，在夜晚是否更寂寞呢？感觉上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特别容易伤春悲秋，或者是说到了一个人的时候，到了晚上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一个很孤独，觉得没有任何人了解你的这种情绪升起来。那可能在白天你们也是很正常或是很开心的跟大家互动，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你内心的这种孤独、孤立跟迷茫感会浮现起来。你会想说，这个世界上究竟有谁能够跟你同行走这一段路途，或者是说最终呢，你的归属在哪里？可以和谁在一起？可以和谁携手共赴人生？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真心爱我、能够真心对待的人？能不能找到这样子互相喜欢的人？也许过往你们经历了一些挫折、一些谎言，或者是一些没有结果的恋情，让你们觉得很挫折。这组的朋友内心有一个深深的寂寞感在里面哦。然后我看到，其实你们的心其实是非常非常温柔的，你们也在等待另外一个温柔的灵魂跟你们真正的交融。在这样子的交融过程中，感受到这个温暖，感受到互相连接的时刻。也许你们两个的这个灵魂都曾经孤独，可是在你们两个握手相遇的时候，这个奇迹发生，这个蝴蝶出现了。我看到的是，其实你在渴望的这个人，他也在渴望着你。你在等待的这个人，他也在就是在世间的某一个角落，他也在呼唤着你。你们两个彼此非常的想要去靠近彼此，找到彼此。你们内心有一个很深沉、绵密的、亲密的感觉，会
在你们交融的灵魂交融的那一个时刻蔓延开来。我看到的是你跟这个就是温柔的灵魂交流的这个时刻，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可能不需要太多话，就是无声的就是相拥，无声的陪伴，无声的在一起的这样子的时刻，不需要特别的解释，彼此就非常有默契，彼此也能够互相的去理解，彼此能够去分享内心最柔软的部分，甚至你内心中最脆弱、最不可言说、最黑暗、最难过的部分，有些黑历史，你都能够放心的对这个人倾诉，你都能够把你心中这些心事跟这个人说，因为你知道，他这里是安全的。他可以去接住你的情绪。当你说了之后，当你分享了之后，你得到的是温暖，你得到的是支持。所以我看到连接着你们的这个灵魂，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他很尊重这一段关系。然后这段关系有一种不想要给彼此限制，不想要给彼此就是不想要给彼此太多的框架，希望可以按照灵魂本来的面目去发展。而你们两个的这个交融会随着时间发展出不一样的样貌、形态跟变化。你们两个的交融是一份新的幸福的产生。看这边有蝴蝶，而这边也出现了另外一只蝴蝶哦。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在接下来这个正缘这个人，他是来改变你跟翻转你，他也是来治愈你。可能你们在心中很多时候会去渴望一个很温柔的触摸，或是很温柔的一个陪伴，或者是说你的灵魂其实已经对于感情不是那么抱希望，或者是你们会有一种觉得迷茫的一个状态。而这个温柔啊，它就是你们连接到这个温柔的灵魂，它是帮你唤醒希望的。它会以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很老派，也许是老派的方式来进入你的生活，来打动你的心。它是一个缓慢而温柔的能量，这是宇宙赐给你的能量，宇宙赐给你的一个祝福跟治愈。你们这一组牌连接到的能量真的是非常的温柔柔和的光。当你一个人，或者说有些朋友，你可能带着你的小孩，或者说带着某一些上一段感情遗留下来的一些伤痛，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这个人他会重新的去接纳你，看见你所有的美好，以及他会非常的珍惜你，把你捧在手掌心，他会很认真的去对待你，不会以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看待事情的眼光有他独特的一个标准跟判断。他喜欢你，他是一个不是这么条件论的人，而是他就是喜欢你这个人的本质，喜欢你这个人的灵魂哦。所以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本身是很温柔的人，所以你们连接到的能量也是非常温柔的一个能量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透过塔罗牌的部分，一起来看一下关于这个人的更多的讯息哦。首先是命运之轮、宝剑九、金币8、金币9、吊人牌、Ace of Cups、The Moon、石牌 Hermit。好。这个人呢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呢？你们会非常享受彼此开心幸福的陪伴。我觉得对他来说啊，你是一个善良可爱而且会替人着想的人，包含你们就是有一颗善良的心，还有我觉得你们在工作上的一些表现啊，或者说你们在日常相处的一些形态啊，都让他觉得是闪闪发光的样子。同时你们也互相非常非常的有默契。那你们在感情初始啊，也许你们两个心中都会有一些就是想法担忧，就是对于对方对于这段恋情会有这样什么样子的想法。你们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是互相的
猜测，就是对方是怎么想，你们会以一个比较低调缓慢的方式在进行，但接下来会非常非常的浪漫。对于他来说啊，你们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我看到的是你们彼此身上都有一个温柔的心，是因为这个人可能也在世俗的世界中，他曾经遭受过一些打击跟打压，他曾经也在一个混沌的世界中去被受到一些压迫，受到一些压力，但是这个人最终走出他属于他自己的路，同时更懂得去尊重他自己，更懂得去尊重他自己的选择。也因为他遭受到这样的对待，我觉得他不会强加自己的意见压迫在他人的身上。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可能对小动物特别的有爱心，或是特别的对于一些弱势团体他是想要去发声的。那这个人也有他内心比较敏感的一面，他会在这个世俗的道路上去走，去扮演好他的一个角色，但我觉得有些时候他并不一定会去争取，就是他并不喜欢这种抢夺，或是做一些比较不道德、见不得人的事情，只为了去赢得一些利益。相反的，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会去顾虑到他人，然后也是会去遵守某一个制度规范的人。他内心其实有非常多敏感的一些想法，他因为受过伤、吃过苦，然后也曾经栽过跟斗，他因为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他的内心变得很柔软。或是有些朋友你遇到这个人，他是在爱情中受过伤，因此更有包容心跟同理心。他慢慢的理解说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比较能够去认知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这样子的人，他已经认知到自己说他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伴侣。他某种程度啊，我觉得他有一种古老的灵魂的能量，他的内心啊可能会充满了很多独特的一些想法，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也许呢，他对于这些古老的一些典籍、中医、中药，或是关于一些人体的这种医疗相关的事情，他是感兴趣的。或者是说他对于一些神秘学啊，或者是他对于一些这种比较需要时间去钻研的一些项目，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推理、去研究、去建筑的这些项目，他是感兴趣的。他就是可以花很长一段时间去沉浸在那个世界中比如说历史啊，去看书，去爬书里，或者是说沉浸在很多的这种细节中去推演、去解决问题等等的。这个人他是可以长时间专注独立在工作的。那比起就是跟很多人喧闹跟喧嚣，我觉得他更适合一个人去思考跟思索一些事情。所以他是一个脑袋很聪明的人，他有他独特的一个色彩，那有一点书生气息跟书卷气息，所以他这边也有可能这个人是非常有才华的，这种文字方面的才华、音乐方面的才华、数理方面的才华，他可能非常有这方面的一个才华。他的这种言语不一定是很多，但是他讲出来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让人去信服的。他不是一个特别爱说话的人，但是我觉得他内心其实是有很多的想法。他不是那一种大鸣大放的人，但不代表他就是什么都不知道、都无知。相反的，我觉得他很多东西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除非你跟他有所连接，他才会把那一部分的真心打开来给你看。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其实内在是很丰富的。那还有就是这个人呢，他很可能是喜欢一些花草植物跟大自然的，也许是这种芳香芳疗，或是他喜欢去接近一些有关于大自然或是环保的一些议题哦。可能他喜欢去这种爬山，然后露营，也有这样子的讯息在。那这个人他
我觉得你跟他相处起来哦，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温柔的，因为你们都有非常纯真跟良善的一面，他非常非常的欣赏你，然后他的这个外形上比较不是那种非常粗犷型的，相反的，我觉得他有一种温柔纤细的特质。男生的话，刚刚说过有这种书卷气息，也许是这种戴个眼镜啊，然后看起来比较聪明，然后身高比较偏高瘦型的这样子。那女生的话，我觉得她的身形也是比较比较偏柔美的这种外形。然后这个人呢，他在事业上是有他自己独特的这个专业性所在，而他这个专业性也是被这个社会上所需要的。然后他对于感情一旦认定的对象，他是非常非常的愿意去付出的。一旦他选定了你，不管你们之间是有一些距离的问题、年龄的问题，或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呢，他都是愿意去克服，他都不会把这个当成是一个阻碍。那我看到的是你们两个心灵其实非常非常的契合，你们两个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嗜好，或者是说你们一开始见到彼此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莫名的熟悉感，你想要多看他几眼，你想要多跟他聊聊，你想要多跟他讲讲话，以及你脱口而出的话，他好像能够去接住，能够去理解，能够去看见你这种眼神中闪闪发光的一部分。还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可以帮助你、支持你、成就你梦想的人，他会鼓励你。如果你在现在的职场环境待得不开心，他会鼓励你勇敢的去追寻，他不会一定要你去为了一份这样子的薪水委曲求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相反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去支持你跳脱出框架的人，也就是说他不会在这段关系中去赋予你很多你应该做的这个义务，比如说你跟我结婚就是不需负担这样子的经济责任，不管你喜不喜欢做你都得做，而是他更加的看重的是你这个人的本质，还有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样子，他喜欢你这种自然、优美、柔和的一个感情的一个状态。还有你们两个能够相遇的这个时刻啊，其实是对方已经经过一次蜕变的时刻，也就是说对方呢已经对于这个人生，或者说对于他的事业追寻有一些体悟，有一些感悟，有一些智慧的增长之后呢，他才会遇到你。他遇到你之后，我觉得他其实会给你很多的想法，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善良，这个人很聪明，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脑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有些朋友甚至如果你跟原生家庭是有一些问题的话，这个人的出现他会有一种缓和剂跟润滑剂。那如果你跟原生家庭本来就还不错的话，我觉得他也能够顺顺的融入到你的原生家庭中，那你们相处起来会有非常多可爱好玩的一部分，一起去玩啊，一起去旅游啊，一起去看这个世界。你们其实不但需要什么样子的磨合，你们吵架的时候并不多，也不会有那种真的很严重的一个争吵。你们整个人这种感情的连接跟发展都是一个比较平和顺流的状态，没有那么多纠结纠葛跟难过心伤跟心碎的部分。只不过前期我觉得在感情发展的部分可能会有互相的去猜疑或猜想，说对方究竟在想什么。因为也许我们两个都是属于比较不喜欢给对方压力的人，就会去比较顾虑到对方的想法，对方也会比较去顾虑到你的想法，因此可能在感情的前期上进展的会比较慢，就是需要一些时间去互相的理解。但其实对方是会非常喜欢你的，然后你也是蛮喜欢对方的。其实在这个感情的进展中不会这么好像一下子就跳出来表白，会有一种害怕把对方吓到的这种感觉。那你对他有非常强的吸引力哦。有些朋友，你跟这个人他很可能是在你的这种工作或者说职场，就是跟你有所接触的人，或者说学校学业跟你有所接触的人，看到你的这个表现，默默的观察了你的一阵
一阵子之后，然后才去跟你开口，就是你们可能之前是有过一些接触的。那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偏救人的能量，就是你曾经遇到过这个人，曾经看到过这个人，肯定在网络上跟这个人有联系，有讲过话，那彼此可能当时没有发展出一段感情，或者说当时就是发展出一段比较短暂的感情，而两个人在分开之后，可能各自经历了一些人事物，各自对自己的人生有所体悟，有所感触之后，又再次的重聚，再次的聚首，那再次的去明白对方在自己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性，他会给你一个很深沉、很无条件的爱，你会感受到他给你的爱是一个真正的安全感，它是一个很真实的连接，不是那种虚幻的、虚无缥缈的、华丽的言辞跟画大饼的部分。相反，这个人就是他是慢慢来，他是有很多按部就班的部分，所以我看到这一段感情其实是一个很安心的感情。他会在你难过的时候轻抚你的额头，抱抱你，跟你说话，会把他的能量给予给你。所以这种能量啊，它是非常深厚、非常沉稳的。你好像在最低潮的时候，也可以更加勇敢的去面对。也许有些朋友，你们现在正在面临一些职场的一些状况，让你有一点分身乏术，或是呢，你有一点就是孤立无援，一个人面对这整个世界的感觉。而这个人的出现，他真正的温暖了你，真正的让你把一个观念有所转换，可能是一个从对于人生比较悲观，比较不知道有没有信心往前走的这样子的能量完全的扭转。你相信跟这个人在一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相信跟这个人在一起，一切都会有希望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爱情的牌卡，这个人会有什么样的讯息想要跟你说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卡说，很重要的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后退一步，花一些时间独处，而不是把你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你需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人想要传达给你的讯息就是，你要自私一点，你要多照顾自己一点。很多时候把责任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对你不好。你们真的是要多替自己着想一点。如果你现在是在被困在某一个感情关系跟人际关系中，请你先把这个思绪放下，不要把注意力去放在那些令你烦恼负面的事情哦。先花时间爱自己，有点像是把格局看远看大，真正会影响你人生的事情是什么呢？不要去纠结那些小事情，让小事情来伤害你。好，接下来他想要跟你说，其实你就是他的挚爱哦。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异地，或者说在相处的过程中会有肉体上分开的这种，就是物理上分开的时刻。但是在精神上，你们永远都是团结的，连接在一起。你们的灵魂是不会分开的，因为你们的爱已经超越了时间跟空间。在这样子超越时间空间的这个爱中，它其实是被填满的，它不会让你的心觉得空的。你们在这个爱中会觉得你是丰富的，你是丰盈的，你什么都不缺。这是这个人想要给你的一个讯息。好，接下来看到下一张牌哦。大家要就是对于生活中即将来临的这个爱的祝福啊，表示感谢哦。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份感情是很快就会来了，而且你们绝对值得拥有你心中渴望的那一切。大家不要担心说这个人会很晚才来，我觉得在1年之内他就会慢慢的浮现，甚至有些朋友在1年之内你们的感情就会定下来有结果。这个人不会很晚出现，大家不要担心。甚至我觉得有些朋友你遇到这个人是旧人，他很可能就会在近日跟你们重新的连接上。好，接下来这张牌是说，
在这个谈到心灵的这个领域中，其实没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任何你的一个决定，其实都在扩展你对生活还有你对爱情的一个理解。他想要跟你说的是，没有你过去的人生没有说选错这一步，所以不要自责，不要说啊，我当时自己怎么做出这样子一个选择，导致今天的这个境地哦。其实这个是一个体验的过程，他会陪着你体验，就算他当下不在你身旁，我觉得他也会在遥远的地方默默的支持你度过这样子的过程，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们最终会相聚，你们最终会走下去。好，再来看一下哦。你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特定的事情会发生哦，有一些生活中特定的事件，它的发生是因为有一些比较高的目的，透过这个动荡哦，其实祝福隐藏在其中，祝福很快就会被显现。所以感觉上这组的朋友，也许你们生活中此时此刻正在遭受到一些动荡，它可能是职场上的压迫、霸凌，或是内心上的一个缺乏，或是有些人在感情上跟上一段感情的一些纷争，有些人则是财务上的一个压力。好，不管是怎么样子的情况哦，这些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要来好像无来由的，就是要一直阻碍你前进的脚步。这张牌讯息是透过这些动荡，在这些动荡过后，就是有一个很棒的祝福很快就要显现。在暴风雨结束之后，彩虹就会出现。这一切的辛酸苦难跟眼泪很快都会过去，你们值得拥有的是一个温暖的人生跟幸福的人生。就如果说这一生啊，有些事情它是必定要发生，有些事情是必定要遭遇，我会说我觉得你们的苦难啊到此为止，你们遭遇的事情啊也到此为止。好，当你们把人生所有的苦都吃尽尝尽之后，接下来你要享受的就是美好幸福的一个人生了。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磁性的连结哦，这张牌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哦。你跟这个人当中，其实你们有很强的吸引力，有很强的一个这种拉力啊，将你吸引到这个人身边，就是你们好像不用特别的去追寻，或者说特别的去努力寻找，自然而然的你们的这个线就会被牵上，而且一旦被牵上就是断不了。刚刚说过你在寻找他的时候，他其实也在寻找着你，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寻找，单方面的等待，它是一个相互跟双向的一个过程哦。好，不同的路径，你可能跟你心中的那个人想法不同，你们所要走的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好，这句话是说啊，我觉得针对一些朋友，你们有些东西是需要去断舍离的，特别是你现在已经感受到你被困住了，你们可以去选择的是不同的路径跟人生。也许正是因为你此时此刻的放下、转弯跟转念，不管是在哪一方面的转念，职场上的转念，或者是生活上的转念等等，就做出了这个改变跟转念的决定，离开了让你不是那么开心的场合场所，或者说放下一些旧有的习惯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很快就会来到你生命中，在不同的道路上你会遇见不同的一个人，所以这也关乎你们的一个选择。还有这里的讯息是保持乐观哦，宇宙想要提醒你说，你创造了自己的现实，你没有办法以负面的形态来去吸引美好的爱情，所以你对于爱情啊要保持乐观。其实你们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非常非常有魅力的，你完完全全的相信这一点，也要完完全全的去爱你自己哦。你们值得一份美好细水长流的深沉的这种爱情，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你不需要很用力的去争取，或者说你不需要透过一连串的竞争才能得到这样子的爱情，好吗？好，
他们就是那个人哦。这张牌，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刚刚说过，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旧人呐、你们很可能现在已经遇见了，已经遇见你在寻找的这个伴侣了。有些朋友，你可能目前是不是有新认识的一些人？可能你在网络上啊，或是在这个职场中，也许你正在跟一个人认识，你去留心看看，哎，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你们的这种浪漫的灵魂的连接的这个伴侣。那有些人则是旧人回归的讯息哦，旧人回归也是一个你们已经认识的人，对吗？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人想要透过宇宙传递给你的讯息哦。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人他会给你的生活中带来很多的惊喜，就是他是一个会有仪式感的人，或是说他可能本来没有这样子的习惯，可是因为跟你的相处，因为跟你的生活，他会在特别的日子、特别的节日里去送你礼物，或者说安排一些惊喜，或是写一些卡片等等。我觉得他其实是很用心的在去过这个生活，以及去营造你跟他的一个浪漫生活的一个氛围。不是说你们在一起就是为了去好像繁衍后代，或是组织家庭等等的。我觉得超越这些，他也是一个很注重生活的人，注重说你跟他在一起，可能接下来过的这个几十年啊，或者说接下来的人生中，你们每一刻的点点滴滴总要留下一些什么。这个人是一个重视回忆的人，也是一个重视家庭的人，他想要在你跟他的相处中去留下那些令人感动、令人觉得值得回忆的时刻所以他会特别的去做一些事情，特别去安排一些惊喜给你，让你眉开眼笑的感觉。好，这个人刚刚说过，他有治愈的力量，同时他也有光的力量哦。其实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们内心充满了勇气，内心充满了光，他会看见你身上最美好的部分，在他的眼中你总是闪闪发光哦。而且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你是一个很有力量去照耀他人的人哦。你跟他的结合是对彼此都是一个提升，都是一个灵魂的升级。你们两个是温柔的灵魂的结合，你们可以扩大你们的影响力，去影响这个世界，去达成你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一些目标跟理想。你们两个可能会有共同的一些规划，房产的规划、金钱的规划、实质上的一些规划，都会去实现。都会透过这个光，让这些梦想去实现，让它去发生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这也是一张非常温柔美丽的独角兽。大家有看到这边有一张趴着的独角兽，以及后面还有一张站立的独角兽吗？好，这张牌就是呢，其实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你们两个都弄清楚了到底什么才是生命中所想要的。就是刚刚其实有提过嘛，两个人都在生命中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再遇到彼此，特别的有感触，特别的有感恩，特别的能够定下来。因为也许你们早一点相遇的话，其中有一个人也许心浮气躁，没有办法安稳的进入到这段感情。也许有一个人他会还想要多看看，多去闯闯。可是我觉得当你们相遇的这个时间点啊，对于事业，对于生活，他都有一些体悟想法。或者有些人的事业的追寻已经到达了某一个阶段，他想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的爱人，他的家人，和他的家人在一起。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都是有意愿好好的花时间来对待身边的这个人，以及去发展这一段感情的。所以这段感情是你们两个共同的决定跟共同的一个完成哦。好，所以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遇到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灵魂，你们也值得这样子一个温柔的灵魂的陪伴。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对应到大家哦。好，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
Hello，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么今天呢，要来帮第三组的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属于你们的正缘讯息。好，首先呢，我们来帮第三组的朋友们看一下你们对于你们的一个能量的状态哦。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好 ，To be fair，首先呢，我感觉到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体悟跟一个想法，就是你很善良没有错，但是这个善良呢，如果没有原则，很可能会被人家欺负。就是盲目的善良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它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立足之地，甚至呢，这样子的善良别人也不会感激你。同时我也觉得说，你们其实心中自有一把尺，什么样子的公平是你们所想要的呢？你其实会想要去争取。你也发现，如果你一直忍让下去，如果你在一些议题上一直不出声，一直不为自己去发言的话，为自己去发声，为自己去争取，如果你一直退让的话，这个世界有一天其实是会让你感到遍体鳞伤的。你们其实已经明白到一件事情，就是这种很盲目的很天真的这个善良是不合时宜的，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生活下去的。那接下来是，也许在过往的人生中啊，你们有那种绕路的过程，你们也走过一些冤枉路，你们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觉得前方很茫然，很不知所措，可是在这样子茫然不知所措的过程中，我看见你们心里其实有一个前进的动力。大家看这个贝壳啊，它其实是闪闪发光的，它有一种像是羽毛做成的一个贝壳，而中间呢有一个指导灵的脸在这里哦。我们看见这个能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即使在困境中不知所措的时候，我觉得都会有能量，会有指导灵的能量来帮助你。帮助你做什么呢？你可能当下真的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里，因为前途茫茫，前途很暗，但也许你就是用那个微弱的灯光哦，只能照亮你脚下，或者说只能照亮你眼前50公尺的这个地方，但是你们还是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往前走，狠下心来去做一些事情，甚至是就是豁出去了，努力的往前走，或者说努力的往前爬。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走过去之后，回过头来去看，其实你们就已经走出来了，你们其实会得到更大的一个收获。而且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到你们现在或者说未来在生命中会有一个比较深的体悟，是说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它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转变，它已经是不可以去逆转的。但是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些经验啊，其实都是日后生活很好的一个养分，很好的一个积累，很好的一个智慧。过去的那些事件，你从中学习到的事情哦，这个养分哦，智慧哦，其实可以让你未来生活过得更好。也就是说，过去的经验对你来说呢，转换一个看待事情角度的一个方式，你会发现它其实不只有痛苦，它还有更多的美好，更多的感恩，更多的学习在里面。这个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可能近年或者说接下来这段时间哦，接下来半年这段时间，我觉得你们会慢慢的更加的去反思爬梳自己的人生，然后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走出一个好像就是这种回圈跟死结的感觉。也就是说你们会越走越明，然后也会越走越豁然开朗。这个是属于第三组朋友的能量。好，那如果你觉得有符合你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下去，来看一下属于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一个正缘哦。那第三组的朋友，我们这边看到的能量是万人迷跟说书者。好，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两张牌的能量哦。
你们对应到的人啊，我觉得他会是你生活中很好的一个连结哦。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我觉得他的能量上非常非常的耀眼。不止你跟他会互相欣赏，在他的身边，在他的周围，我觉得他是那种有光芒、有魅力的人，他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或者是喜欢。有可能他是一个有自己粉丝群的人，也许他是一个这一种自媒体创作者、歌手，或者是说在某一个领域中他有特殊的才华跟才能，也许是跳舞，也许是写作，也许是艺术，也许是这种那种医疗领域等等的，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个特质，他展现出来的一个魅力是会有很多人去欣赏他。如果在这个择偶市场来讲，会觉得他是这种炙手可热的一个物件，同时啊，他很可能会有能够去理解这个世界上，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有一种能够去操控人心的力量，但这个力量要看他想不想要用，就是他有这种潜质，有这种特质，他其实是可以去操控人心的，他可以去魅惑人，或者说他可以去透过一些方式、一些表达，让其他人更加的喜欢他。那他可以去使用这个能量，也可以不要去使用这个能量哦。那我会感觉到他跟你其实是非常互相欣赏、非常互相尊重的，他是宇宙送给你的一份特别特别的礼物，也是你们之前很多的善缘，很多的一个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一些好事，回流到你身上的一个结果。宇宙要显现出这样子的一个人给你，他在你这边呢，我觉得他也非常希望得到来自你的一个绝对的欣赏，然后跟你经营一个高品质的爱情。因为这个人他既然是一个万人迷，或者说他在婚姻市场中是有非常多的一个选择，但是他不轻易的去交出他的心。那今天他遇到你，他会为你去打开他的心，他会为你去缔结这样子一个深度的连接跟交流。在这个人的能量中，我感觉他你们除了这种世俗的情爱之外呢，他还有一种他想要来渡你。在这个红尘之中，你们是有这种世俗的情爱的部分，但除此之外呢，你们还有一个超脱世俗的这种男女之情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他认为他给你最深层的爱，不只是这种感情上的、爱情上的、肉体上的、肉欲上的，而是他希望跟着你一起提升，一起去超脱某一种红尘这个世俗中的各种限制、各种漂泊。他希望如果他得到了一种智慧，或者说得到了一种概念想法，然后这个是非常好的，他会希望可以分享给你，而且他认为这个是最深层的一个爱跟最深层的一个告白。也就是说，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如果你们可以去结为婚姻，有姻缘是非常好的，但如果受限于当时的一些客观环境，他不见得会去完完全全的一定要去占有你。很可能有些朋友你遇到他的时候少数朋友你们的状况是可能你身边会有一些感情，会有一些放不下的这个事情跟纠结。我觉得他不会去强迫你选择，就是强迫你要去做出一个选择，比如说强迫你要放弃一些事情跟他在一起，或是奔赴这段感情等等。而且我觉得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管如何呢，他就是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然后去倾听你，去看见你，然后也想要让你真正的过得好，就是你的快乐其实是他真心所想要去达成的目标，而不是拥有你这个人，或是拥有一个所谓的名分，一种关系，一种世俗的约定。比起这个，他更希望看见的是你真正的幸福跟你真正的一个快乐。
好，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宝剑10，宝剑6，金币2。Judgment， 金币，权杖5。好，看一下哦。这个人呢，我觉得刚刚说过，他是你们的一个善缘，因为你们做了一些宇宙认可的事情，所以这样子的缘分来到你的生命中。那我觉得这个人呢，他跟你都有相同相似的过往，或者说你们心里曾经都有一些伤，这个伤痕可能是在可能工作上的一些迷茫受挫，或者是说在原生家庭的一些不被理解，也有可能是有些人是有志男生，或者说有些人是在感情的过程中有一些摸索跌撞。你跟他真的是心里有一些角落是被隐藏起来的，这个门是需要对的人才能够打开。那我觉得你跟他其实会非常的有感情上的连接，就是能够讲到内心中比较底层跟脆弱的部分，你们能够去共情共感，就是他的情绪你能够理解，能够去看见，他也愿意去开放他心中脆弱的一个部分，同时呢，他能够去保护你跟珍惜你。如果说你有一些黑历史，或者说你有一些情绪上的起伏，我觉得他知道的话，并不是他想要去离开、排斥或是嘲笑，而是他会去心疼你曾经经历过那样子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对方是非常非常珍惜你，而且会对于你的一些请求、你的一些想法，会有比较积极的一个回应哦。那我觉得他有一种想要带着你往前走的感觉，想要带着你去离开某一个困境。有可能你跟他遇到的彼此的时候，都是在人生命中的某一个转折点。你们可能过去有过这种相同的悲伤。我刚刚说过，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他要来度你的，他想要去陪伴你度过某一个悲伤，但是最终你会不会跟他在一起呢？这个部分他不强求，可是我觉得他会希望你重新振作，他会希望你这个疗愈期是可以过得好的。如果你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着，如果你前面呢好像有很多的这个宝剑在阻碍你的这个去入的话，他会帮助你，即使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立刻解决的，他也是会陪伴在你生命中去想，生活中陪伴在你生活中去想说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选择，或是说去鼓励你拿出勇气去远离那些伤心的事件、痛苦的事件，而去迈向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就是说我觉得这边有非常强烈的陪伴的能量，他会希望把你生命中曾经伤害你的人事物的那个事件对你的伤害能够降到最低，或是设法帮你移除。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是苦过的，他是痛过的。你不要看他现在是一个万人迷的样子，好像很有才华，好像是如鱼得水啊，但其实他也是跌倒过，他也是经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迷茫，他也是摸索过，甚至被人家不理解，被人家放弃，被人家驱逐等等的，才走到今天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他以前比较弱小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成长成这种万人迷很光鲜的时候，他可能曾经也有过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个过去。因此当他看见你的伤痕跟伤痛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想要去帮助你。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可爱的能量我们的金币2，它是一个很像是小丑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怎么说呢，他在你身边会创造出一种能量性的流动，一种平衡感，一种快乐的手足舞蹈的感觉，很像是一个这个正在杂耍的这个小丑或是魔术师
他很擅长让自己的能量去做一些释放，或者说当压力来的时候，他有他的方法去排解，他可能有一些他的休闲嗜好，他的娱乐可以去转换一些比较沉重的压力，或者说他受到万人瞩目，他其实也是会背负着很多人的期待、眼光，甚至是批评跟指教，所以呢，他要去顺应着，一方面是要去符合或者回应大家的期待，一方面也要在这样子的期待中去做出真实的自己。我觉得他试图在这两种力量中去平衡，并且找到一个抒压的方式，因为他必须要去做一个平衡，他不能只顾着自己而不顾周遭其他的人，然后他也必须要去顾虑大环境下一个整个这种环境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呢，他在一艘船上做这样子的表演，做这样子的杂耍跟特技的时候，他也要看一下这个船接下来经历的是一个平静的海面，还是一个大风大浪。如果呢，他不去理会这些不断打来的一个浪潮，他可能会让自己翻船。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一个很小心很巧妙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他有的时候也会戴上一个面具哦，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他有很多心事也是会往心里藏的。那刚刚说过，你跟他其实是会非常有共感、非常有连结的人，所以呢，你跟他会有很多的那一种很有默契的时刻，就会发现说，诶，原来你也是这样想，原来你也喜欢吃这样子的食物，会觉得你们两个的理念概念讲起来都会点头如捣蒜，就是心里会一直想说，对，我就是这样想，就是这样觉得，真的是太符合我的一个心意了吧。好，那这个人其实在生命中他会去，我觉得做一个比较圆滑跟圆润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呢，在他的这个人生的经验中，他发现不能够太去执着，不能够太去钻牛角尖。如果他非要得到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的话，其实他的人生会很痛苦，会很辛苦。所以有点像是因为这些辛苦，因为这些痛苦，他选择去用一个比较开心、微笑、无所谓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哦。也有可能，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对于金钱的想法是：好，我想要去享乐，我想要去开心，我想要去开心的生活，来去疏解我生活中的一些压力。因为我不想要让我自己看起来很狼狈、很沮丧。我有一些心里的话是没有办法对人家说的，可能因为我的工作，或者说因为我习惯性的一个表达，就是要让人家看到我是 OK 的，我是很好的，我才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继续的表演下去。所以呢，我觉得他会有，刚说他有他自己的抒压方式，可能他会比较想说在生活各方面比较有质感，或是说他可能会去用一些金钱来去弥补他内心的某一个欲望、想要或是空缺的地方。我觉得他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能量，所以他的金钱也是流动的能量。我觉得他的金钱是足够应付他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开支开销的，但是呢，他也我觉得他心情非常想要去找到一个出口，而你出现的时候，其实很像是一个神奇的救赎，甚至你自己都还不明白你做了什么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你救赎了。有点像是你存在这个世界上，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你，他就能够去感觉到安心，感觉到心安哦。审判牌有一个灵魂解放的感觉，同时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他也有一个感情上的和好跟转变，重新复活跟重生，它代表的是一个新的契机。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遇到这个人是新人的话呢，他遇到你很像是他人生中新的一个契机，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捩点。因为你的出现让他觉得很像是天使的声音，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他整个细胞、整个身体都在回应你，就是他不光只是灵魂的震动，我觉得他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的。可能你们两个
因为每一个朋友你们相遇的时间点不一样，也有可能你们两个一起经历过一段旅途，在这个旅途中你们互相看见彼此的这个伤痛，而在这样子的共同经历共感的一个过程中，你们其实也是可以互相的疗愈彼此的。有些朋友也许你在遇到这段感情之前，你对于人生是有很多不迷茫，不甘心，觉得不公平跟不了解的地方，可是这个人的出现，他某一种程度让你觉得生活是美好的，生活是开心的，生活能够重新的开始，你能够以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未来的生活，甚至你们能够去更加的愿意去拥抱未来生命的一个美好，以及对于一些挑战你是有信心的，因为你知道这个挑战克服之后，迎接你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生活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这一个人哦，跟你也有可能会一同的去打拼，一同的去创业，有你们想要去达成的金钱目标、人生目标等等。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有在这个生命中有价值的一个人生的体验。因为其实在人的生命中能够有非常深刻的连结的这个朋友啊，或是伴侣啊，其实是屈指可数的。他就是一个这么样特别的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同时你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你们一旦遇见了，就会想要去紧紧抓住彼此的手，不要这么轻易的放下，会想要去陪伴彼此，尽可能度过你们人生最长限度的一个时间哦。那你跟他在一起，一切都是非常顺其自然，一切都好像是安排好一样，就是很自然的流动，很自然的打开，很自然的开展。而且我觉得这张牌还有一种所有的天使都在为你们祝福的一个能量哦。你们的这个过程进展是非常顺利的。对于过去那些声音啊，或者说过去那些不好的事件，或者说让你觉得情绪有波动，然后让你觉得心有余悸的一些经历啊、体验，那些都已经过去了。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温暖，他看到你也是非常非常温暖的感觉。对于你们来说，他都是一个这种就是你们的相遇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可以去抚平过去曾经的负面的情绪跟负面的一个记忆哦。好，我们接下来呢，金币五哦。这个小女孩她在教堂中去看到外在的一个景象哦。这其实是一个漫天大雪的天气，然后她在看着教堂外面的一些景象，代表说她现在其实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哦。你跟她相遇之后，人生中会迎来一些积极的改变，一些积极的变化。你们会从某一个比较大的损失，不管是金钱上的损失、感情中的损失，或者是说一些这种事业上的低潮会恢复，你们会克服某一个逆境，来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同时你们也会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感到宽恕。从一个比较寒冷，或者说比较疲惫、比较分身乏术的一个状况，透过这样子感情连结的一个建立，其实你就得到了支撑，你就得到了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就是过去的那一些匮乏的状况已经得到了完结。有些朋友，如果你这个过去有一些财务需要去整理，我觉得也会因为这段感情的开始，你会重新的去思索说，人生中有些地方是需要去调整的，你就会开始去行动。还有些朋友，如果你过去一直有一个我总是寻求不到我适合的爱情，在这样子比较绝望跟孤独的时刻，去好像一个人很寒冷的去度过这样子很长、很漫长又反复的一个过程，甚至你会想说我究竟是不是要就是专心冲刺工作，然后去专心规划我一个人的生活，去放弃寻求爱情的这个念头的这种时候啊，我觉得这个人会到来，他会到来，他会去打破你心里的那个墙，他会想要跟你更加的靠近。所以这个人的出现有非常非常多的温暖，而且对你跟他来说都是
能够去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扶持、互相的经历哦。也有的朋友，你跟他的遇见哦，很可能你们一开始会从一个财务比较混沌混乱的时期，之后呢，经历一个突破，经历一个转变，经历了一个到很稳定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们有一种从暗到明，就是越走越好的一个能量。只要你们陪伴在彼此生命中，其实你们在这个金钱上跟财富上的能量啊，你们只要循着这个过程，或者是说就像我前面说的，即使你看不到路，还是努力的就是先狠下心来继续做下去，你其实就能够得到你应有的一个回馈。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也看见你们会越来越相信自己，越来越有自信。甚至当你点亮了自己人生中的那个灯之后，你又有办法去点亮别人的一个路。也就是说，我看到你跟这个人，其实对于你跟你的正缘啊，其实对于这个世界都抱持一种善心跟善意。当然，这个善心跟善意是一个会跟现实生活中去衡量、去考量的，并不是说你们就要做那种老好人，就是人善被人欺，你们不会去做这样子的人，因为这个人其实很清醒、很明白、很聪明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帮，什么事情是不该帮，或者说有一些人他的个性是怎么样，要不要去跟他互动。这个人不太容易被情绪勒索，他其实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判断的方式。而你们呢，不管两个人在结合这个过程中遇到什么样子焦虑的事件，或者说辛苦的事情，其实你们只要坚持下去，最后会走到一个完美的结局。你们会看到这个花好月圆的一个时刻，你们会看到满月，你们会看到你们的愿望成真。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人或是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讯息想要传递给你。好，宇宙有一个给你们一个许诺跟承诺 recognition， 就是说宇宙会帮助你辨认出这个人以及你们这一段爱情的这个奇迹。就是大家不要担心这个人什么时候会来，他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会来，宇宙会给你一些讯号。也许呢，你就会看，当你许愿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中有一些事件它在回应你。比如说你重复看到某一个数字，或者说你重复看到某一个款式的花纹、背包，或是颜色，或是重复去你的社群媒体重复的去跳出某一个人等等的，或是跟那个人的一个相关的连接，你会去看到类似的事件，你就会知道其实宇宙给你的提示跟这个奇迹就快要到来。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遇到他的时间应该是蛮快的。也许有些朋友你们是现在已经遇到了，或者是我觉得3到6个月内、半年之内很快就会遇到。我觉得更多的朋友是1到3个月内这一段感情就会发生，或者你就会辨认出他来。有些朋友已经是正在进行时，已经跟他有搭上线了。好，emotions 这张牌在说其实你跟他的情绪上是非常非常有连结的。可能别人看到你们，他只能看到模糊的你，就是这个镜子中还隔着一层雾，隔着水滴，这个模糊的你。但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情绪反应是很真实的，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到彼此最真实的好跟不好，最开心的部分，然后最光鲜亮丽的部分，已经最低潮、最黑暗，或者说最傲娇、最脾气不好的一些部分，其实你都可以去看到。你可以看到完整的他，因为刚刚说过，这个人他是一个万人迷，也许别人对他的印象都是很好的，都是有经过装饰，都是有在外人面前有一些修饰或者说打扮的，可是他在你的面前是一个最真实的样子。你可以看到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诚实真诚的想法跟情绪。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在这样子的磨合的过程中，其实是想要去更靠近，而不是会因为这个真实被揭露出来而想要远离的。我觉得你们两个是因为这个真实
而更加的连接会更加的这个紧密。好，在这段感情中，如果有阻碍的话，其实我看到他是会去寻求方法，就是看一看周遭这个障碍周遭有什么幸福，有什么道路，他是可以通往幸福的。所以他对于感情是有他的决心跟毅力所在的。好。这张牌有非常浓厚的这种婚礼啊、结婚的一个意象哦，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心跳加速，就是你会有一个身体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有些人你可能看到他的时候，你的身体是想要后退的，或者说想要远离的，但是有些人就自然而然的想要亲近，觉得很友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你们就会有触电的感觉，你不只想要去靠近他，而且你还会心跳加速，可能有些人还会脸红，或者是说很兴奋，就是觉得好开心，好像他就是我的天才，好像他就是为我量身打造，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他有很多地方都打中你们的点，可能他的这个气质啊、谈吐啊、说话方式，有些朋友你可能喜欢，这种，也许是喜欢身高比较高的，他就是身高比较高的。有些人可能会喜欢，特别有书卷气的，也许他就是那一种。那也许有些朋友你喜欢比较阳光外放或是运动型的，这样的类别，他就是完完全全的好符合你心中的那个理想哦。好，Erdmeier。好，这一张牌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你跟他在一起有那种互敬互爱的感觉，就是你们虽然在一起时间久了，但是不会亲密生怠慢，亲密生武慢。你们不会那种把最差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但是却对外人有很多的耐心跟包容。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会很重视你，然后很想要去真心的了解你，他是会把你放在生命中最优先的一个位置，他不会这么的就是他不会不分事情的轻重缓急，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把外人啊、朋友啊都放在比家人更优先的一个顺位，或者说他会把时间更多的花在其他的事物上。但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一个重视家庭跟重视家人，相对他也是一个重视你的人，会随着时间他会越来越欣赏你，发现你身上的闪光点，所以他不会用一个很轻慢或是贬低的态度来跟你说话哦。来，接下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这个爱的力量其实就像磁铁一样，会互相的吸引，你把它吸过来，它也把你吸过去，所以你们两个的感情啊，我觉得它其实是会爱得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热烈，非常的难以自拔的，甚至有些朋友这样子的力量会使你去脱离原本的一段可能你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段关系哦。好，接下来对方还有想要跟你说什么呢？注意一下这个红旗哦，就是说注意一下你生命中是不是有一些不健康的人际关系的连接，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警告的讯号？我觉得它其实是想要让你在这个世界中多为自己着想一点，或者说在他还没有跟你展开真正的连接之前，你要自私一点，你要多多去替自己着想，或者说你要去找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个世界上总会有很多人对你批评跟指教，总会有很多人把他的意见加注在你身上，或是说你总是要去忙着回应很多人的期待，但是真的有必要吗？这个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权威人士，好，他的想法真的是对的吗？真的是符合时宜的吗？再来看一下灵魂伴侣哦，这个人他是你生命中的灵魂伴侣，他跟你的连结是非常的神圣的。好，这张牌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一个来自你过去的人，他正在或者说即将要回归到你的生命中哦。我觉得很多朋友你遇到这个人，他是一个半旧人吧，就是他可能离开你生命中一段时间，你们又重新连接上了，或者说这个人他其实就是跟你现在有接触的一个正在的进行式哦。我觉得他离你真的不远哦，这一组的朋友不远。
好，重新导向你的一个想法，就是，你在这段关系中，你究竟想要吸引的是什么？是你把你的焦点啊放在你想要的事情上，而不是你害怕跟恐惧的事情上。比如说，你就会，怎么说？有些朋友可能想他是万人迷，他这么厉害，这么有才华，这么优秀，会不会出轨啊？会不会担心一些有的没的？其实，我就要告诉你，你就是想要吸引什么样子的关系，你要首先把焦点放在你想要吸引的这个正向的部分。你希望这段关系是有什么特质，你就把心思意念放在那个上面。你希望这段关系是互相信赖忠诚的，你就是这样子的去信任对方，而不是太多的一个恐惧害怕跟小剧场。好，接下来再看一下有关于时间跟数字的一个提示哦，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呢？好，星期五，然后我们的神圣数字是6。有些东西它会总结，有些东西会结束，然后同时也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然后这张牌，我们的数字是10哦。所以呢，10天或说10个礼拜，很可能会重新开始一段感情，或说重新认识一个人，或说重新跟某一个旧有的连结重新接上线。好，我们这边的数字有6有10哦。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最后一张牌。好，你生命中的一些时光哦，珍惜的时光，各种快乐的一个时刻，你反映着这个世界，世界也在反射出你的一个模样哦。这在说，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互相的等待跟互相的吸引的。你在等待这个人，这个人也在去用他的方式去迎接你来到他的生命中。其实你的想法会如实反映给这个世界。所以刚刚前面有说，你们要对这段关系的抱持的一个信心，即使你现在觉得一个人很辛苦很累，或者说你自己一个人太多的承受了太多，或者说太多能量的推挤跟拉扯跟压迫，但是这个人他终将会到来，并且会给予你源源不绝支持的一个能量哦。你要自己去体认这个命运，并且去接受这样子的命运，不需要太多过多的这个逻辑思考跟理性分析的一个部分，宇宙会帮你安排这样子的人到来。你只要尽情的去展现你的本质，展现你的特质给这个世界。然后我会觉得你们到来的方式，就是你跟他连接的方式其实很巧妙。有很多人是这种网络连接的一个能量，或者是说你们有很多大量的网络的讯息上的一个交换，也有可能你跟他就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去开启了这个姻缘，或者说开启了这段谈话。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一开始是，我觉得比较像是你们就是无意间主动的去做这个连接，可是你连接的当下并没有想说这个人会成为你的人生的这个伴侣，就是也许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你服务到他，或者说你帮助到他，或者说很偶然的机会，你们拥有着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一个环境，或者说共同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工作经验，因此你们两个就是展开这样子的一个交谈。好，那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蜜雅，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对应到你们的能量。下支影片见咯，拜拜。